大家好，今天墨尔本下雨了，你们那儿天气如何呢？今天主要想聊一下我们从新西兰搬到澳洲的过程。搬家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，尤其是涉及到跨国搬家。接下来我想讲一下关于海运行李、订机票、订住宿、机场交通和电话卡的部分。首先说一下海运行李。关于海运行李到墨尔本的物流公司，一开始我们找了2-3家作为候选，打算货比3家，但接触了 Crown 以后，各方面都觉得不错，就没再问别家的报价了，直接用了他的服务，除了贵以外没别的毛病。首先你可以通过官网填表发送一个报价申请，同时要注意国际搬家需要提前至少21天联系。Crown 的回复很迅速，下午就来了个电话，态度很好，让我们提供一下物品类型、数量和照片。由于之前已经做好了物品清单，并且拍了照片，我们立刻就通过邮件发给他了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返回了一个估价。这时候，如果你觉得价格可以接受，他就会和你约定一个上门提货的时间。而在这期间，他会给你创建一个客户账户，并且发给你密码。接下来你需要登录账户，上传你的证件、Visa 和物品申报表。最后他们会如期上门帮你打包行李，并且运走。接下来你就只需要在目的地等着 Crown 送货上门了。海运时间大约是2个月，全程非常的方便，基本上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儿。另外，如果有易碎物品或者是贵重物品，建议保个价。我们在拆箱的时候发现落地镜裂了，申报以后等了1个月，最后赔了300刀。Crown 打包效率很高，派了3个壮汉来，进屋打个招呼就利索的开始打包了。从开始打包到运走全部箱子，只花了1个多小时。算上进大楼的时候登记花费的时间，全程只花了2个小时，我本来以为得要大半天呢。接下来说一下过海关的事情。我们提前准备了一个透明的文件袋，把护照、笔、打印出来的 Visa 和 VEVO 验证结果都放了进去，随身携带。墨尔本机场有2种报关通道，人工通道和自助通道，这2者的区别我们已经亲自体验过了，接下来说一下吧。首先，人工通道不推荐，因为至少要1个小时，还是在人不多的情况下，期间还会有可爱的狗子来嗅你和你的包，看看你有没有偷藏好吃的。而自助通道非常快，并且支持中国护照。当你从飞机廊桥出来以后，走到一个有很多白色机器的通道的时候，就别再往前走了，停下来找一台机器，机器有中英双语可以选，刷一下你的护照，然后打印出一个小条，收好了可别丢了，之后要用的。打完小条，顺着人群的方向继续往前，会来到分岔口，左侧是ePassport 自助通道，中国护照可以走这边。巨大的标识墙很难被忽略，可不要跑到右边人工通道去了。进入自助通道以后，会经过一次人工柜台，交上你的入境申报卡，然后再刷脸过一次闸机，就顺利出关了。这过程非常快速而且流畅。另外，刚想起来一个小细节，如果你是在下签后第一次登陆澳洲，出境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助机器上打不出登机牌，需要去人工柜台排队办理。工作人员会看一下你的签证，然后给你办理。我们遇到的是一位和蔼的老太太，还欢迎我们来墨尔本。接下来讲一讲订机票和住宿的事情。留航班次少而且贵，第一时间 pass 掉。人生第一次坐 Qantas， 从奥克兰飞墨尔本的航班，班次多，价格也不错，虽然硬件老了点，但服务态度还蛮好的，空姐空妈都有。上机看了一阵莱昂纳多的花月杀手，就开始睡觉了。说到住宿，
虽然提前租好了房子，但考虑到房子里面还没有家具，再加上舟车劳顿又带了行李，就不打算直接过去了。所以就在上次来墨尔本旅游的时候住过的 Holiday Inn 又订了2晚。Holiday Inn 位置很好，就在南十字星车站往东步行10分钟的地方，那里应该算是 CBD 的中心，四通八达，去哪儿都方便。周边餐厅又多，酒店自带的免费早餐也不错，常见的东西都有，比如果汁儿、咖啡、热水、水果、酸奶、麦片、各种烘焙小点心、烤培根、滑蛋、炸薯条、面包片等等。滑蛋挺好吃的，推荐尝尝。如果退房时间太早，还没有到早餐时间，可以提前请工作人员帮忙打包一份。出关以后，可以在大厅里稍微休息一下，买个电话卡，喝点水。墨尔本机场去 CBD， 我们坐过 Skybus 和 Uber， 接下来就说一下它们2种的区别。Skybus 是双层巴士，直达 CBD 的 Southern Cross 车站，那里是墨尔本 CBD 的交通枢纽。Skybus 提供单程票和往返票，往返票价格会稍微优惠一点，票没有指定上车时间，只有一个有效日期范围，在那期间坐就可以。可以提前在官网买票，也可以在机场角落里的售票机上面买票。去 CBD 的票单程 23.9 澳元，往返40澳元。买完票之后，出了大厅，外面路边就是 Skybus 的上车点，一般都有人在排队，如果不确定的话，就问一下是不是 Skybus 的队伍。上车以前，工作人员会挨个的看票，用机器扫一下你票上的2维码，然后等待上车。巴士的下层有放行李箱的区域，背包可以随身带着。巴士上层的风景比较好。再说一下 Uber 有专用的等车区域，就在 Skybus 的上车点附近，沿途注意看一下指示牌就能找到。Uber 的支付可以用 Apple Pay， 需要注意一下 Uber 一打到车就扣费，而不是到达目的地之后再结算，这点跟国内的打车软件滴滴之类的不一样。不同车型的 Uber 他们的等车区域还不一样，注意别走错。当你打到车以后， Uber 会给你一个行程码，你打到的不是某一个固定的车，所以它不会给你车辆的车牌号之类的信息，而是一个行程码。接下来你只要去到 Uber 的对应的等车区域，根据你的车型，等车的区域不同，在那儿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分配位置，按照他的分配找个位置站好，等 Uber 来了直接上车就可以。注意排队，不要抢位。上车以后给司机2维码，司机就知道该送你去什么地方了。只要有2个以及以上的人，打 Uber 会比 Skybus 更划算，体验更好，可以直接送到酒店门口。滴滴没有专门的站台，据说机场里有个位置可以等滴滴。滴滴比 Uber 据说要更便宜一点，但是因为不熟悉这片区域，我们就没有用滴滴。Taxi 据说是最贵的一种，没打过。最后说一下电话卡，在墨尔本机场过关之后出来的大厅里面有卖电话卡的柜台，有的店有会说普通话的工作人员。第一次来墨尔本的时候，我们在机场买了7天电话卡，后来考虑到之后租房可能需要接中介的电话，就在临走之前在南十字星的车站的沃达丰买了一张长期卡，非常不推荐在这家店买。如果可以重新来一遍，我觉得自己大概会这样做：出海关以后先买一张7天电话卡，保证去酒店的路上有网可以用，方便查路线。安顿好了以后，再找一家最近的超市 Woolworths、Coles 或者奥迪都可以，进去买一张电话卡。在这儿有2种选择，
第一种是买一张超市自家的电话卡，比如奥迪的长期卡，5刀一张，一般就在收银台附近的地方放着。这张卡没有有效期，只要充值就可以一直用，信号还可以。现在应该是19刀一个月月费。第二种呢，是买一张各大运营商的年卡，自带200-300 G 流量，经常还有折扣。比如沃达丰的年卡在 Woolworths 打折的时候120刀一张，自带200多 G 的流量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关注我的频道，给你分享从中国到新西兰，再从新西兰到澳洲的移民生活。